随着标剧让1追2，以3-2的比分击败滔博，他们也成功捧起了2025年的 LPL 总冠军。左手拿下 FMVP 的同时，也超越七将和小虎，成为了 LPL 联赛冠军最多的选手。去年输给 T1 时，如果有人跟我说标剧明年会继续拿 LPL 的冠军，那我肯定会相信。但我绝对想不到今年标剧的夺冠过程会那么跌宕，那么多的起伏，以至于我有种过程全错但结果对了的既视感。现在我们看标剧的决赛的游戏内容，你其实很难想象1个月前他们还在发温。相比去年春夏双冠的碾压，今年和滔博的 BO5 2番战绝对算得上精彩。尤其是标剧在落后比分、面临赛点压力的情况下，他们无论是 BP 还是发挥都足够沉稳，这反而是最让我惊喜的。比起过去那种我一旦起势就全方位碾压，一旦萎靡就开始发狂的标剧，今年的季后赛他们总算磨练出了一种叫坚韧的气质。而 Bigway 双杀了红米，碾压了丹尼，还贡献了刷蜜月期 buff 这样的天才操作，在 BP 上每个 BO5 对对手的限制和研究都很到位。我觉得此役过后，他绝对算得上 LPL 教练里的名将了，他也在成长。当然是有能名将还是无能名将，还得看他 S 赛的答卷。所以今天我就想来和大家复盘一下双方激战的第5把，这场还是非常有含金量的。一般来说第5把因为全局 BP 的原因，大家的运营和对抗质量都会下降。第5把虽然看着一边倒，但滔博在逆境的韧性与处理，标剧的前期应对与终结其实都非常让人惊艳。这场也是最能证明标剧坚韧的地方。第5局 Bigway 我觉得 pick 最好的点就是 BP 针对了。首先班人上任大哥认的就很对，齐亚娜、塞拉斯和奈亚菲利3个打野核心全部按掉，限制你卡纳比。其次呢，抢小奶油的英雄，标剧没有公式的拿版本英雄安妮，而是直接抢走了小奶油最自信的阿卡丽，这是绝对的妙手。小奶油打到这里，英雄池基本烧空了。从过往数据来看，如果小奶油没有额外英雄池，那其实真的就没英雄玩了，你总不可能用维克多硬顶吧。而滔博虽然一抢了 Nico 这样的强线权辅助，但 Nico 现在的换血强度已经远不如从前了，所以 BLG 第2手拿进也不会输太多线。而芒森安妮这个组合其实是比较一般的，我个人认为冰女可能更符合第5局的需求，虽然也不好压阿卡丽，但滔博的团战画面和配合芒森的前中期压制力会高很多。主要是下路肯定拿不到有团战 AOE 的 C 位后，其实滔博上路会面临一个没法出肉的尴尬，不然69是可以点石头人去打杰斯的。当然安妮也不是错，是非常正常的选择，只是我个人觉得第5把得不那么正常一点。安妮确实是小奶油玩得很好的英雄了，也就是打标剧时输过2场，所以选的也是不难理解的。滔博这套肯定有能玩的点，在自家下路线权加中野对抗强势的情况下，滔博如果能够利用线权与对抗疯狂速龙，那么就能够无限的压制标剧。红米选的其实并非没有赢面，毕竟在杰斯成型前，标剧它都是一个非常缺乏 AOE 的阵容。滔博这把只要发育正常点，两边打纯肉搏战，剑魔也有很多的发挥空间的。所以标剧如何防守前期就极其关键了。这就得说到双方的野区博弈，这个版本野区一旦穿孔，节奏就会完全断掉。BLG 这把其实中野反而是防守的一方，他们是如何反制滔博中野的呢？这里我们就看滔博是怎么出招的。在下路肯定有限的情况下，先是中野强势入野抓猪妹的刷野方向。我们可以注意到卡纳比这把的开野方向是比较奇怪的，因为自家上路剑魔打杰斯前期肯定没线，他往上刷是有概率控不到上河蟹的，而如果他往下刷，自家下路有线权，那不是稳稳河蟹吗？但他毕竟是一个盲僧，盲僧需要节奏，往上的路线虽然有概率拿不到河蟹，但如果兵给机会，其实盲僧打个闪会非常舒服。相比 BLG 由于没有任何滔博野区信息，只能是很早的就点了防入侵的防守眼，怕盲僧变奏入野。而上路杰斯呢也很早的点下了一个防守眼。但这里我们得多说一句BLG 下路他也有意识去放线的，所以欧恩是很早的就把自己的第一个眼点在了上路草丛，所以兵就能够完成对线压制的同时，还能省下额外的眼位来防 gank。这个牺牲非常关键，因为这算是个连锁反应。如果兵的眼点在线上被69发现了，那么以永烈双子的德性，那兵就肯定得吃套餐。所以整体看起来，第一轮他无事发生，但卡纳比展现了他的野区规划。本来盲僧他是浪费了一点时间在上半区嘛，那吃完河蟹一般要避回城买装备了，而没买装备就刷第2轮的下野区的话，速度会慢一点。但如果盲僧并不打算抓人，而是把重心放在速龙上，那么这个规划就完全 OK。因为正常来说，第1轮7组也吃完，盲僧应该是洪水
晶加长剑加一个针眼，但他多吃了2组，这样他这波就有一个钻头加针眼的一个战力。那等到第2轮控小龙的时间里，他的装备是最大化的，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卡纳比他吃完下野区回家补给，再出门吃完上野区后，只要利用线权优势控到第2轮的这个河蟹，那么盲僧就能直接抢6。而此时猪妹她差一组也是到不了6级的。我们也可以看到卡纳米呢，他花了一点时间去到上野区的 C 字草，第一呢是看有没有针眼，第二则是刷新一下河蟹的计时器，而确认了第2轮的河蟹恰好在下野区，那么滔博就可以帮他抢河蟹后升6来控小龙。假如河蟹在上半区刷新，那么盲僧也可以在猪妹吃河蟹升6的间隙利用线权去吃龙，而控完龙再刷第3轮的下野区，然后再吃宝宝后回城补给，再看8分钟的潮虫，控完再看上野区，这是最完美最大化个人优势的同时还能拿团队优势的野区规划。如果按计划进行，那么滔博几乎可以稳稳的拿下前期节奏。但意外出现了，我们把时间线往回看，卡纳比这种野区规划是注定不可能有反蹲的，所以需要滔博线上自己安排好防 gank。 正常来讲，镖局下路是一个动不了的情况，毕竟他们打Nico虽然不至于说爆线，但线肯定是推不过去的。航都点彗星了，这线权肯定要给啊。这里也看得出 Elk 补刀上也确实有压力，但这把镖局做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他们知道重心不在下路，既然不在下路 Elk 牺牲一点是无所谓的，所以从第一个上路眼开始，欧文就做好了有机会动就一定要动的准备。前面说了嘛，镖局没有任何野区信息，他们并不知道盲僧是第1轮吃完回城还是要干嘛，所以下路第1轮回城时，牛头很自然的先去中路逛了一下，而相反 Nico 没有动，因为他要保证哥哥能一直刷线刷到小龙刷新前的节点。但这个牛头跟在阿卡丽身后，就给了一个去野区放眼的可能性。这里猪妹往上刷，如果辅助不在后面，左手是不能到 F6这个位置的，一个人去点眼，万一盲僧或者辅助在附近直接硬打一套，这对线就难受了，所以必须辅助得在后面策应，阿卡丽进野区做眼才合理。而左手这个进攻眼点下来后，他还多打了一个探照，就拿足了野区的信息，所以我们后面就马上能够看到沙斗很顺利的点出了盲僧所在的位置。那阿卡丽去了一趟河道，下一个回合是小奶油的，而小奶油呢也知道要准备吃小龙了，所以他顺势把眼点在下半区的河道草，这很合理吧？但问题就是这个信息被左手收集到了，他很准确的拼出了安妮的眼位，而猪妹知道盲僧大概率在上半区的情况下，他不用担心盲僧从下侧反蹲，这就有了一波抓中的 timing。而更重要的点是，下路的辅助居然他是能靠的。欧文知道了 Nico 点了自家3角草的眼，可这一局下路他就是一个抗压位嘛。JK Love 没有选择找机会回城，而是想等龙团的节奏前再补给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而欧文知道此时卢锡安你没有回家，那这种情况下，即便我牛头去游走，静在塔下单挂，也不太可能被强杀，所以他果断的从蛤蟆口这里绕去中路，而不是纠缠于3角草的针眼。甚至欧文为了怕漏信息打草惊蛰，他甚至还开了扫描，就怕有滔博的深入眼。可以说啊，小奶油在不知不觉中就为镖局完成了包抄。可能有些朋友会认为小奶油压得太深，不该给这样的机会，但你站在小奶油的视角是非常正常的。猪妹此时一定是5级，而阿卡丽也没6，自己在相位下面又有眼，这里我利用线权压制吃点塔皮是非常正常的决策。如果不是牛头的位置比 Nico 来的要早，小奶油是完全可以往下野区撤退的，但牛头的出现让小奶油只能硬从中路跑。但即便如此，小奶油也最多多亏一个闪嘛，想死还是很难的。可这里左手的操作太细了，他细节提前进烟雾弹 Q 减速安妮的同时，让安妮她只能选择晕猪妹。那小奶油的视角下，阿卡丽她只有5级啊，所以她第一时间是不会舍得交闪的。而烟雾弹中等到小兵阵亡，瞬间升6的阿卡丽她有了大招的距离，这时小奶油发现阿卡丽居然6了，他再想闪现拉开，可阿卡丽的一段大已经放出来了呀，此时就只能亏损最大化。只能说镖局的这波中路 gank 少一个环节小奶油都死不了。而小奶油死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卡纳比他不愿意放弃原定计划，我钻头加下路 AD 全装出来，这波我即便小奶油死了，可这个河蟹和小龙我肯定还要控。盲僧如果错过了这波节奏，前期的布局就白搭了。并且正常来说，镖局这波杀完人，他的回合已经结束了，你该回家补装备了。但镖局经典的摊回合来了，这里呢就 AD 把装备是补了的，其他人都是打完没回家。
所以这波河道团滔博也不是没有机会。可这里致命的误差出现了， BLG 野辅他是带起风秘籍的， Shadow 呢闪现换治疗，而牛头也换了 TP， 这样即便牛头先死，他也有 TP 下来打第2轮防守的机会。其实牛头一开始闪现开虽然开的漂亮，但集火的目标是没有选好的，这里 Elk 定卢锡安的话是有机会秒杀的，而控盲僧就很容易被盲僧拉开，但牛头闪现进场就肯定走不了。可问题就在于治疗让牛头多续了一口，而这种电光火时间，哥哥选择了闪现向前硬收这个人头，这个闪现向前真有点急了。从上帝视角来说，滔博这边需要他的持续输出，如果他没有被猪头挂上被动，那这个向前还有操作的说法，但你挂了被动，这样换你就肯定走不了了呀。当然此时虽然打了个1换1，但安妮也到了呀，而盲僧毕竟是征服者盲僧，叠马后是越打越强的。这里卡纳比的拉扯思路全对，他不能吃集火的。阿卡丽呢此时也没有状态没有伤害了，只要控住任何一个目标，滔博他都有机会打出收割。但这里 Elk 的进化实在太漂亮了，临阵起手，如果他稍微慢一点，被盲僧挂到 Q 或者被安妮的 W 打到，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。盲僧征服者一续，后面画面完全是不一样了。虽然安妮的 EQ 瞬间控住了阿卡丽，盲僧 W 加闪跟的也很快，但说实话打到这里他已经穷途末路了。即便击杀掉了阿卡丽，但盲僧他没有技能拉扯，只能被收掉。一切的转折关键还是 Elk 的进化太快了，躲掉了盲僧的 Q， 让盲僧只能靠 W 进场。那这波打完，滔博节奏雪崩，安妮死2次反而还好，毕竟阿卡丽也没吃头嘛。但龙节奏断了，那是真的伤。此时已经打到8分钟了，潮冲已经刷了。当然后续滔博的止损做得很好，因为卢锡安先死嘛，他出来肯定接中线，而卡纳比本来就差一组也就6级了，而之前 C 字草又有滔博放的针眼，所以卡纳比应该是想趁着中路有限BLG补给的时候进下野区做一波进攻压制。这里的选择很反常规，但也很对。而 BLG 没有想到滔博进攻的这么快嘛，猪妹没有补装备也没有技能，他完全帮不了阿卡丽。那利用盲僧大招和线权，滔博反扑到了一个人头，也拿到了猪妹的信息。他们知道 Shadow 缺一个回城，所以利用这个契机把潮虫给控了。但即便如此，滔博的节奏还是断了，因为控龙计划已经破产。好在呢，8分钟阿卡丽才40刀且死了2次，而杰斯也需要发育，所以 BLG 依旧得做好边线防守。此时还是滔博的主动时间。为什么我跟大伙之前版本解读说过，这个版本中野节奏那么重要？因为一旦节奏错位，后面你中野就很难一起做事儿了。猪妹3个人头出来，新之刚第1条龙肯定随便控，关键是 BLG 他能够有优势进野去点野。而盲僧虽然团队节奏落后，但盲僧毕竟也有一个人头开局啊，他和安妮还是可以提速的，依旧可以无限的压制边路。但问题就是视野背点导致盲僧的路线会被抓到，那 BLG 的防守就能很好的去做分配。比如10分钟这里，由于盲僧在红 buff 被看到，所以 BLG 可以只让牛头去协防上路。如果盲僧他不被红 buff 的眼抓到， BLG 他不确定盲僧位置的话，那只靠牛头肯定救不了杰斯的，猪妹他就得一起去，那猪妹就变成了被迫防守的一方。这就是这个版本野区博弈的主旨了，你先拿信息再做动作。所以滔博中期的进攻节奏反而拉不起来，野区被卡节奏卡得很厉害。像后面上路第2次进攻，滔博下路双人组到了，但盲僧还是不在，因为卡焚天节奏，卡纳比他还得补装备。而当卡纳比焚天出来的时候，上路越塔他就已经被操作了。BLG 这里直接亮双 TP 完成了反扑，而12分钟盲僧他真正有机会抓上的时间，安妮他又没有大招，而且猪妹他也很快协防了过来。这里我们就看一眼野区视野布置，可以看到卡纳比的野区基本都是 BLG 的眼位，卡纳比一下河道就会被发现。所以第2条龙时，滔博本来想放龙拿边线经济，但因为 C 字草的眼 BLG 很早就拿到了这个信息，所以边线 Knight 根本就不会去守。而 BLG 现在最让我满意的就是他们比之前沉稳，因为 BLG 虽然拿到节奏优势，但经济并没有滚开很多嘛，而且领先基本集中在猪妹上。如果阿卡丽和杰斯被针对掉点，其实中期 BLG 一样容易崩盘的。但滔博他也是一个强队，他们发现这样交换下去永远会落后节拍，所以手握3重的他们做了一个很棒的决策，剑魔顺势 TP 去上，强拆上一塔来抢节奏，让你边线不那么安全。这个交换其实是没问题的，但行这里我觉得稍微回防有点慢了。这里他没有意识到 BLG 除了换下塔外，还想动中1塔，而 Nico 没有第一时间回中，那卢锡安就不可能摸线了。其实 Nico 回的速度够快的话，一波普通线是能很快清完的。面对 BLG 这种很会进攻的队伍，你
防守慢一点就会亏很多，因为 BLG 的进攻决策永远是能做很快的嘛。一波交换下来，滔博虽然他吃掉了2塔的经济，但中1塔掉了，塔数上虽然不亏啊，但滔博他能给边线上压力的基础还是他中路能有限，所以从这里开始，滔博的节奏就有点绷不住了，他们控不了任何资源，只能做强行的边线置换。虽然说卡纳比会在 BLG 吃资源时去另一个半区反野，把和猪妹的对位差距补了一点，但他毕竟只是一个盲僧啊。而这段时间呢 ，BLG 的防守反而他做的很到位，尤其在阿卡丽吃掉了航这个白给的人头后 ，BLG 反而也不用急了，因为他们资源也能永远先落位嘛。其实滔博这个阵容吧，最有希望重新夺回节奏的节点就是3龙和厄塔汉这2波节奏。虽然卡纳比差前2件吃点亏，但3C 的经济是能勉强憋出2件的，而且剑魔的血手尤其关键，因为他打杰斯他不可能水银鞋，而水银鞋他没有韧性，他团战面对猪妹这种英雄会很不舒服，所以他必须带线把血手憋出来。可问题是呢，他不来正面的话，滔博的野辅是不敢贪视野，这就死循环了。BLG 这把猪妹发育的实在超前，他够肉，他不怕被开，所以 BLG 能够把视野压到很深的位置，而滔博要排视野的话，就得从野区开始清了。等到厄塔汉和龙这块没眼了呀，而 BLG 在野区博弈里做的也相当有耐心，他们先放了峡谷去吸引注意力，同时先去开滔博没视野的小龙。这个地形如果滔博硬来接是地狱难度的，而滔博的反应也出了问题，这里航和69是不应该去接这个先锋的，他们得和盲僧一起去卡位置呀。就感觉滔博这里没有意识到 BLG 会先吃小龙。其实我是能理解卡纳比想拼惩戒的心的，毕竟再给 BLG 就听牌了，自己有有闪有摸眼，这种就是脑子一热我拼一波呗。但确实是犯病白给了，就这波即便他要操作，还是得需要盲僧旁边有队友能帮给点压力的，就相当于 BLG 现在是5条枪线顶着这个盲僧，他然后去干拉了，那肯定没法操作呀。而且多说一句，我感觉69这里拿完红回来，这个报价果是不该打的，该留着考虑打龙团的，只能说灵性啊差了一点。盲僧死了 ，BLG 肯定会抓住这个机会。后续的团战其实可以看到69的剑魔扛在中间，完全能打。Nico 的隔断配合安妮对前排的输出效率真的完全够呀，团人就绞肉机呗。就这里，如果盲僧是活着打这种团，阿卡丽的操作难度是很大的，这毕竟就是滔博阵容的强势期，2件套就是猛。这里猪妹你真说肉野啊，扛了其实没有多久。本来杰克拉夫躲开阿卡丽的盲视野大招后，滔博反而是赚了的，因为盲僧他会先复活嘛，滔博他会有一个先落位厄塔汉的机会，但 Elk 的精准 W 又把这波反扑的可能给抹灭了。不仅如此 ，Elk 呢还躲掉了安妮的闪现 W， 安妮的闪现对于这种短腿英雄来说太关键了，所以下一波我们马上可以看到 BLG 几乎就是奔着这个没闪的安妮去的。牛头和阿卡丽的配合都说明他们对这种团战的目标物很清晰，而安妮面对这种切入没有任何办法呀，死2个人再丢个塔汉，那滔博把局势打回来，这机会就没抓住，只能说非常可惜吧。高手交锋啊，劣势确实需要一点灵性和变化，但滔博他也是一个强队，我觉得逆境中他们敢于搏命的勇气很值得认可，而且他们不是说无脑搏，他还是有策略的，就还是前面说的嘛，2件套时期滔博还是厉害。现在即便龙魂压力很大，但滔博还能打吗？大家都没闪现的情况下，滔博选择在男爵奋力一搏，这里就拼一点，你猪妹没闪，而我盲僧有 T， 那我跟你板命了。这里第一次 BLG 防的没问题，第2轮回家的选择也没问题，因为 BLG 他是龙魂的一方，大家都会想着去补眼，然后先去抢小龙出的视野，而滔博就是卡准了这种思维的 timing， 真的是个非常棒的角色。不是 BLG 防的不好，是滔博这个运营角色做的很棒。其实滔博运营质量是真的可以的，而拿完男爵后，这里滔博也很清楚他们要打架，只有杀人才能阻止 BLG 去控火龙魂。这里小奶油立大功啊，直接 Q 到了阿卡丽，相当于白拿了一个阿卡丽的人头。安妮有大招的情况下，杰斯你也不敢进场嘛，可以说滔博用勇气和智慧生生把局面扳了回来。而后续男爵 buff 虽然只推了一个中1塔，但局面反而回到了滔博手里。此时镜还没有大穿，而阿卡丽更是关键的金身都还在做，虽然左手经济塔是小牙，但剑魔已经是16级加死5了。哥哥呢也补出了关键的春哥，而奶油也是护臂在手，下一波龙团其实就是滔博最强的一波。滔博杀人控龙加再拿男爵，他是有机会起势并且终结比赛的。BLG 虽然杰斯他有输出，但安妮不放大他进不了场，而阿卡丽因为出了重伤，经济是卡护臂的，所以听牌龙团上理论上 BLG 压力也很大，他们的 C 位没操作的容错，而猪妹到这个时间点说实话没有什么作用了，说肉也不是很肉，所以 Shadow 他为了提战力甚至直接嗑药了，但欧恩的灵性处理再次把滔博的节奏给打乱了。卡纳比这里差前春哥，所以他直接吃中线，然后想回城补春哥，而因为杰斯的一炮直接被打到了回城。如果说兵是无意
意识到 Polk 拿到了这个信息，那么欧文就是故意的，他知道你盲僧想回家买针眼买春哥，而他的这个盲视野救赎直接让卡纳比人晕了。我操，早知道回塔下安毙了。这个妙手直接让局势翻了过来。在后续的小龙争夺里，由于盲僧没有春哥也没有针眼，所以他的活动范围被大大的减小了。而这里滔博明显在团战处理上没有 BLG 那么冷静，真的就是更沉着的一方，在决胜关头更容易笑到最后。BLG 是可以不拿龙的一方，只要杀人即可，而滔博不行，火龙魂对 BLG 3C 加成实在太大，所以他们会更急躁。这里安妮的选位是对的，他有闪不漏，盯紧杰斯就行。而这里滔博是需要剑魔和 Nico 来抢身位的，侧翼的阿卡丽是管不了的，但行的 Nico 没有想明白这个事儿，他这里被 Knight 吸引了太多注意力。如果他更早的在正面，并且手里有 E，BLG 是没有办法那么轻松的卡近4枪下惩的。Nico 完全可以前压逼身位嘛。而剑魔的处理也稍微保守了一点，不过我反而觉得可以理解，因为他如果先开大灭去顶，会被牛头先顶飞。这里拉扯一下没问题，他本身出装伤害是一般的，主要还是生存能力嘛。但问题是 BLG 的处理太有思路了，杰斯一直不漏，而 Shadow 他知道盲僧是想踢他的，所以他直接先大招反控。而这里 Nico 虽然到了正面，但为时已晚啊。小奶油本来想断后或者等杰斯出现的，但偏偏呢杰斯是爆炸果实下来的，正面需要伤害的话，他就没法继续等了。这里他前压的瞬间刚好阿卡丽绕后了。可以说滔博团战协作被BLG完爆，就BLG打得太聪明了。冰这里卡着爆炸果实不漏，绝对是一个顶级嗅觉。他如果和 Elk 选位是靠近的，这里剑魔就可以无压力冲他了，留安妮一个人看后面就行了嘛。这波团战差距有多大呢？其实大家就看闪现就行了，滔博几乎就没有交闪空间，就打到一半完全就成定局了。从救赎打断到诱敌深入，到惩戒协同第4枪，再到团战切入时间，BLG靠着更沉得住气的处理，把局势拉了回来。其实到这里游戏在我看来就结束了。虽然后面行来了一波灵性发挥，Nico变小兵把 Elk 给秒了，这波滔博打得很有士气，但整体还是大势已去的。主要是阿卡丽已经憋出了关键的金身，而杰斯也肯定能掏出大川。而对于滔博阵容来讲，此时剑魔已经没有任何坦度了。这种情况下，团战难打不说，主要你没有办法再去打钱。随着 K 皇和冰的2打3杀2个，BLG也是彻底的奠定了胜局。只能说牛逼啊，赢得太扎实了。除了前期摊回合有点 BLG 位外，后面处理一度让我幻视了奸计。不是滔博不强，真的是 BLG 的决策判断做得太到位了，而且很有灵性，你懂吗？就打得如此聪明，如此张弛有度，那这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BLG。只论冠军的统治力这个维度，今年的 BLG 比起去年那是倒退了的。打京东是让2追3，打滔博也是2度1比2落后，也就打 IG 稍微轻松了一些。去年的 BLG 其实打得很松弛，虐拳也好，优势浪一浪也罢，本质呢是他们对于自己会赢这件事儿并不意外。他们认为啊，只要我做得足够好，就一定能赢到最后。这种自信给予了他们无与伦比的果断，当然也葬送了不少优势。可今年3个赛段的比赛下来，在竞技状态和版本理解的双重冲击下，很长一段时间 BLG 的游戏内容都可以说在折磨粉丝、折磨观众，甚至折磨自己。很多评论也都在说嘛，最巅峰的 BLG 已经留在去年了，几个选手年纪也不小了，错过了那就是错过了。内战各种输各种爆冷，即便外战 MSI、EWC 也都是在丢人，包括人员的更迭啊。说一句风雨飘摇并不为过。今年的 BLG 很多选手虽然发言还是很自信，但这种自信完全没有去年那种骨子里的笃定，更多的是一种玩梗和调侃。第一赛段刚输给滔博的时候，并还会说什么下个版本不会调整，反正都没换线了这种话，而现在他也只能说为了胜利去适应版本。第3赛段冰的奥恩是他玩的所有英雄里玩的第2多的，虽然胜率不高，但真的有在练。玩奥恩肯定没有第1赛段玩卡米尔时那么快乐，但恰恰只有为了胜利去改变，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。可能真的是常规赛输得太疼了，也可能是真的没那么有自信了。今年季后赛他们的游戏内容第一次让我觉得他们把对手当人了。当然这句话可能有点夸张，但比起过去 BLG 他无限放大自己长板的策略，这次 BLG 反而格外的尊重对手打得好的部分。无论是 IG 还是滔博，都是做足了研究和针对。BLG 这群天赋选手，他们总算没有了那种我只要选我爱玩的，我擅长了我就无敌了的那种浮躁感。打滔博的2个 BO5，2次被先拿赛点，2次顶住，而在最关键时刻的 BP 选手的选择，他们都更加像一支成熟的队伍。去年的 BLG 面对同样的境地，往往会选择放手一搏，我靠着选手的个人能力去完成突破。而今年则真正的开始以团队的样子，咱真刀真枪的从 BP 运营节奏这些基本功开始做起。去年11月3号的失利真的很痛，每次刷到相关视频啊，我都有说不出的味道。
但比起那时的一步之遥，今年 BLG 很长时间的那种混乱，那种我或许再也无法回到巅峰的无力感，才更让人惋惜。好在1年的痛苦并非全无收获，他们总算没那么急了。我非常喜欢 Elk 在去年 S 赛输给 T1 后发的微博，他说永远不要失去从头再来的勇气。一鼓作气登顶的传奇纵然让人喝彩，但百折千回后依旧选择向山顶仰望的眼睛，我想也一样动人。今年跌跌撞撞的 BLG 又以 LPL 头号种子的身份回到世界赛的舞台了，又有了冲击 S 赛的机会。而这一次的 BLG 或许没有去年那样的冲击力，但跌宕的1年赋予了他们更多赛场外的精神力量。我想到了一句话，叫做艰难困苦玉汝于成，保持这样的敬畏，保持对失败的恐惧，去准备 S 赛吧。就像欧恩说的，我们不要满足于现状吧，在成都还有我们最想拿的那个冠军。我觉得大家不要懊恼，明年呢我们会回来的。